夕阳西下，云彩飞扬，余光洒在海面上，令人着迷。嗨，欢迎来到露丝笔记。海跟云朵虽然变化莫测，但掌握这级技巧，你也可以画出美丽景致。你到处都可以找到一个题材，但是题材以后呢，你可以去选择一下怎么样来画它。当我们找一张画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截图，这是我做的截图，你比较一下啊。我把海平面的部分，因为我这张并不有强调要你们画海，所以我把这个截图下面海的部分截掉了一部分，这个是太阳的部分，我把它强调了一下，因为这个亮点呢会比较更加的凸显这个太阳，所以画画有时候你要去想想说你怎么表现方式，裁切我画面要怎么样表现方法。黑的部分当然你知道有一些是渐层啊，你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渐层在这里啊。这个黑的不会全部一块黑的，它会有一点点的边缘有一点浅，有没有啊？像这个都会有一点不同的变化。那这个云层的部分，这是远处的云层是比较浅一点的，这里有几块黑的哈，太阳在这里。太阳刚好要下去了，注意到画海的时候，地平线因为远，海的远海是地球一样的，是一个平的，这条直线很重要，是直的，不能够画弯弯曲曲的哈。远处的这个地平线这块是黑的，很黑的，然后越靠近地平线，那个海的波纹越看不出来，所以它会有小细点，然后慢慢到接近的时候，它会比较大的颗粒出来，而且会有一些不是水平的。你看这个是浪的，这个浪的近的有浪的部分呢，它就不是水平的了，它会有点斜度，有些是这样斜，有些是那样斜。这个底呢，显然的不是白的，对不对？这个底，所以我觉得这边我要黑一点点，这边要浅一点点。因此在画的时候，我如果这里一层这个就是水平线海平面那么在这个底我就会先打一层底，我会用稍微深一点的，这边我会稍微深的，逐渐的变浅我故意的保留在这边有一块亮的，这样的一块亮的，所以我会这里这个打的底，这边比较浅，这边浅的打底一样，就是打底，这边比较深的打底。那么这个打了底以后，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要画海的浪呢，我就会海的浪远的地方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因为近的浪它会比较有波浪的，比方说可能会有些波浪，可能会有这样斜线。远的时候呢太远了，所以可能只会有这种小碎点在这里小碎点，然后逐渐的变成了比较大的波浪在这里。大的波浪就可能会稍微不是那么平了就不会这条直线了。OK， 这个太阳的地方我会在这里留一个小缺口在这里留一点点小缺口在那里。然后呢，这边这个亮点的假如我是在这块是一个亮的，表现这个亮的，我会在这里假如这个是比较深的我会这边比较深然后这里我会用一点点比较稍微浅的。看浅一点的描绘了这个海的波浪有一点就会用一点点这样子的方式，然后逐渐的到这样过来。那么相对的这边会比中间这个波浪要比较深，可以看两边都是比较深的因为我让它中间这个稍微变亮一点，这块亮度，而且海是有一点不是一条直线的这样子的，它会有一点点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点稍微有一点不规则的，有没有？它会有一点点有一点闪烁的那种感觉，可能会在这里，然后到这里来，然后这样子过来就是说不要变成一个叫规则的叫做那个金字塔那样的形状。但是你看有些过来有没有？有些在这里，这种都会有点闪烁的，而且近的直线就会比较大，就近的线条会比较大，远的比较浅，小的小点，波浪会小点，近的会比较拉大一点那么近的会比较线条会拉的长一点点，这个都会
把海的形状显现出来。一开始先画出地平线，将天空与海区隔出来，然后再大略画出云朵的位置。这幅画里，夕阳西下，天空中有黑云，也有白云。白云会需要先打出天空的底色。如果你对这个技巧还不是很熟悉，可以参考另一支影片的连结哦。画黑云需要注意浓淡变化，尤其在云朵边缘的地方，要画出比较轻薄的灰阶，才能做出空气感。海的部分，从地平线先画出由深到浅的渐层作为底色，注意留出太阳的光源位置，同时海波纹的反光也记得先留白哦。画波浪时，笔要躺着画，注意画出比较颗粒粗糙的笔触，不要涂抹，才会有波光粼粼的效果哦。海波纹的笔触要像波浪，不是直线哦。同时，距离画面越远，要画较碎的笔触，越近要画出较长的线条，制造波浪感。